水实在太贵了，要把瓶子收集来卖废品。豚骨拉面140，就是3000日币左右啊，就是一罐可乐18块。丹麦物价太贵了，吃不起饭，只能买剩菜盲盒。剩菜盲盒整整开出了11个面包。大家好，我是老宋。北欧因为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干净、简洁而且有秩序，所以其实算是一直挺想去看看的地方。这次终于有机会去北欧走走。要坐东航的航班从东京飞北京了。因为机票很贵，所以只能牺牲一些时间，先从东京飞往北京，然后从北京转上海，再从上海飞往丹麦的哥本哈根。真的是第一次来大型机场。今天要在北京这边住一晚上，明天再飞到上海去，然后再从上海去丹麦的哥本哈根。这一程真的是非常周折啊！这次转机的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第一次来，规模确实很大，不过倒显得有点空荡。内饰的线条很漂亮。今天继续东航的飞机飞往上海浦东。航班准时起飞，约2小时后抵达浦东国际机场。因为行李已经在北京托运，并且直达哥本哈根，所以只需走转机通道，等候下一班飞机即可。飞哥本哈根竟然还是远机位，一直在坐摆渡车。东航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都是远机位。东航的哥本哈根航线于2025年7月刚刚开通，由空客 A330 直飞242的座位配置。而且我发现，大概因为价格很便宜，所以很多日本人在上海转机，坐这一班去丹麦。上海到哥本哈根全程10小时，北京时间下午2点起飞，哥本哈根当地时间下午7点到达。机上配有 WiFi， 不过免费使用只有10分钟，如需继续使用，有不同的付费套餐可供选择。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抵达哥本哈根凯斯楚普国际机场，请保持安全带系好，直到安全带指示灯熄灭。哥本哈根出口，中文还表示的挺明白的，中文和日语。坐了10个半小时吧，终于到丹麦了。出关排队人很多，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窗口倒是很快，问了整体的行程，然后看了丹麦酒店的预订单，3分钟盖章走人。终于出来了，今天的人还是挺多的，排队的人特别多，开的窗口比较少，所以大概排了1个多小时吧。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行李传送带转得好快啊！哦，看到 DESB 的这个买票的售票机的地方了，说是先要在这边买那个车票，然后好像有那个 City Bus Small 24 hours， 一个人是100克朗。买好票了 ，City Bus Small， 说是这个有一个 Large， 有一个 Small。Small 的话呢，它有1到4区，基本上一般的景点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就买了一个 Small。然后这是24小时的车票，直接买好票进站就可以了。好，这边就是车站了，还挺近的，其实3分钟。终于到市区了，其实这个 Metro 过来还挺快的，大概20分钟吧。现在已经8点多了，这边还是天亮的状态，春秋的季节的感觉。然后今天订的酒店呢，在他们这个新港附近，也算是市区繁华地方的。
他们这路倒是挺有风情的，但是石子路拿行李箱的话，真的会比较麻烦。现在应该是比较晚了，所以街上人稍微的少了一些。好，酒店就是前面的这个，还其实挺近的，从刚刚那个地铁站过来大概6分钟左右吧，6、7分钟的步行距离。果然，这北欧的酒店真的跟日本差不多，非常的迷你，好小啊，非常的小。这边有一个小的衣柜，然后有一个小的书桌。这浴室也真的是非常的紧凑。前面是洗脸池、马桶，然后呢，最里面是浴室。淋浴间非常小，不过北欧真的很贵啊，就这样的房间啊，很小很小，1000多人民币，真的是贵。其实这家酒店的位置倒挺好的，它就在这个运河边上。走过来1分钟就到这个运河这边了，所以风景其实挺好的。9点多，还有很多人在这边散步。这看起来挺好玩的，我也想去蹦一下，感觉大人也可以在那儿蹦的。感觉现在是属于哥本哈根的蓝调时刻，傍晚的时分，很舒服啊。来的第一天就发现，丹麦人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丹麦全国人口580万，却拥有450万辆左右的自行车，基本上家家都有。哥本哈根常被称为世界上骑行最友好的城市之一，几乎到处都设有宽阔的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人行道分开，安全便捷。每天大约有40%以上的人选择骑车上下班或上学，比例远高于开车。据说对丹麦人来说，骑车不仅环保，也代表着一种轻松自由的态度。运河这边走到头就到当地哥本哈根最有名的新港的地方，结果第一天就逛到这儿了。果然这地方应该是整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游客最多的地方，所以现在还是很热闹。附近就是哥本哈根最具标志性的景点新港，河道两侧是一栋栋17、18世纪的彩色老房子，很多曾经是渔民和商人的住所，如今变成了咖啡馆、酒吧和餐厅。来丹麦旅行，坐在户外点一杯啤酒，看看街头艺人的表演，就是最惬意的丹麦时光。这里还是安徒生的灵感之地，他曾经在新港住过很多年，写下了不少童话故事。现在的新港白天热闹，晚上更迷人，彩灯照映着水面，整条运河像一幅流动的油画。街角的小超市准备买点水，然后这价格真的是一瓶可乐14，基本上人民币的比的话呢是1比1，所以就14人民币一罐。然后矿泉水16块一瓶，
这价格真的挺贵的。哇，这种瓶装的更贵，一瓶的话呢23块。薯片一包30块人民币。KitKat 一个15块。现在是早晨7点半，真的是时差。因为日本时间的话，现在已经12点多了，所以早上其实4点就起来了，但是4点起来也没什么地方可去，然后就硬要再睡一会儿，稍微把时差倒过来。现在7点半，基本上看起来街上也没什么太多的人，然后准备先去吃个早餐。丹麦的话，因为当地的面包都比较有名，所以呢，一般很多人到丹麦来都会找一家比较有名的面包店吃个面包。东京的话，现在这2天估计很热，35、36度。上个礼拜最高41度了。这边你听这风的声音，风还挺大的。温度现在大概也就17、18度吧，体感估计可能也就13、14度。整个哥本哈根的地铁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一共4条线 ，M1、2、3、4。基本上你看它都是在4区之内的，所以这些用通票都可以完全做的。坐2站地铁，这边看起来应该是当地比较繁华的市中心的地方了。连这个 Seven 它都是变成彩虹色的招牌了。2瓶水是43块，1瓶27。可乐1瓶27，2瓶40块，人民币差不多也就是42、43块吧。这条街应该是他们当地的步行街吧。看这样子，但是现在实在是太早了，现在还不到8点钟，所以整条街上完全没有人，店铺基本上都没开。然后今天要找的就是这家店 Luca， 这家也是当地很有名的一家面包店，说是7点钟就开门了。这家店的那个可颂面包比较有名。点了店里经典的这个开心果的可颂，加一杯咖啡，价格确实不便宜，2个加起来是100块克朗，102块克朗，人民币的话差不多110块，真的价格真的贵。如果在日本的话，我觉得贵一点的话，这2个加起来也就50、60块人民币，差不多就够了。这边真的是2倍的价格。这里面这个开心果的奶油真的非常好吃，它不是特别的甜。很香，不过这个面包真的个头倒是挺大的，确实比一般的可颂面包要大很多。而且它这个可颂的酥皮啊，发的真的不错，真的很酥脆。现在8点半左右了，还是没什么太多的人，确实有点早。这种广场也刚开始摆起来。街角竟然有一家冒菜的店，看起来食欲大增啊！冒菜是1个人的火锅，而且还用各种语言写了。这边这家超市还比较划算，一盒草莓的话18块，就20块人民币左右。这家店真的比较便宜，一小瓶果汁10块钱。然后这边的水价格降了很多啊，一瓶只要7块钱，果然还是要选对超市才行。这边的可乐1罐12块。果然这家还是比较平民化的超市，大家如果买水的话，来这家买。
Netto 的这家买。我发现丹麦他们的这个房子啊，颜色虽然是五颜六色的，但是它这个颜色是比较低饱和的那种颜色，所以看起来完全不喧哗，挺舒服的，和这个街景配合起来。然后走过来，这边有一片绿地，是罗森堡花园，然后旁边有一个罗森堡的这个城堡。哇，这片花园真的很舒服，正好是盛夏的时节，绿意盎然的。这里是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罗森堡花园，也被称为国王花园，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公园最初建于17世纪早期，由克里斯蒂安4世下令修建，至今仍然保持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何园林风格。宽阔的草坪、整齐的花坛和林荫小径，让这里成为当地人散步、慢跑和野餐的好地方。这草坪上还挺有意思的，有很多鸭子。穿过花园就能看到罗森堡城堡，这座红砖建造的文艺复兴式城堡，同样是由克里斯蒂安4世在17世纪初修建，具有典型的尖顶塔楼、精致的砖雕和对称的布局。城堡原本作为国王的行宫，如今则是丹麦王室的历史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从国王的日常用品到17世纪的油画、家具，还有最珍贵的丹麦王冠与皇家珠宝。大家来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城堡进去的话，最好的提前在网上预约一下，因为它是分时间段的，不是说你随时买票就随时进去了。刚刚碰到查票的了，所以其实完全进出站不用票，但是在坐的时候偶尔还是会碰到查票的，大家注意看好票的这个时间。除了早上那家以外，这家 HART 的这家也是特别有名的一家面包店。这家店现在有很多人在排队了，觉得实在是有点累了，然后旁边有一家 Seven， 休息一下，买了一杯，这个是奶茶，印度奶茶，大杯的33块钱，这一小盒水果22块。眼前的这座宏伟的圆顶建筑就是腓特烈教堂，也被称为圆顶教堂。教堂的建筑采用了洛可可风格，建筑过程断断续续的长达1个多世纪，直到1894年才正式完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直径约31米的绿色铜制圆顶，是北欧最大的教堂圆顶，灵感来自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感觉全城的游客都聚集到这个地方了，因为12点钟这边有那个宪兵的交接仪式，哇，全部都围满了已经。沿着教堂正前方的中轴线向前走，就能看到对面的阿梅林堡宫，这是丹麦王室的主要居所，由4座对称的洛可可风格宫殿围绕着一个8角形的广场组成。广场中央矗立着腓特烈5世的骑马雕像，他是丹麦启蒙时代的重要国王，也是整个阿梅林堡宫规划的推动者。在这里，每天最受游客关注的莫过于卫兵的交接仪式。丹麦王室的卫队通常身着深蓝色的制服，头戴高大的黑色熊皮帽，
每天中午约12点会在广场上进行换岗表演。cambiare l'altro. Non ho capito niente. Mom. 如果只是一天时间，打算在市区逛一下的话，我觉得不用买那个一日券，买一个机场单程或者机场来回的票。然后市区的话，各大景点几乎都可以走得到，而且本来他们这个城市的景色也挺漂亮的，可以边走边逛一下，拍拍照，也挺舒服的。左手边这里就是新港的地方了。这有沙滩排球的比赛。北欧人的身高啊，真的是，我感觉1.8米、1.9米以上，1.8米应该是这里的平均身高吧。看到一家日式拉面店，豚骨拉面140，就是3000日币左右啊。tsukemen 蘸面145，都是差不多3000日币。牛冻牛肉盖饭也是3150块人民币啊，真的贵。麦当劳汉堡大概一个56块，鸡肉堡，还有鸡肉卷，39块一个。如果是套餐的话，89块钱，带可乐和薯条。large 的话101块，一般的话呢89块钱。这应该是劲脆鸡腿堡吧。中份的薯条加可乐，一共是89块丹麦克朗。这样算下来的话，差不多90块人民币左右。在日本的话，这一顿的话可能是35、40左右吧，所以真的是2倍多的价格。丹麦整体的物价水平还是挺高的。从市区那边坐地铁过来6站路吧，然后呢要继续再坐一个巴士，去一个很红的地方叫管风琴教堂。据说是在小红书上比较红，所以去打卡的一般都是中国人比较多。哥本哈根其他的那些景点的话呢，都比较集中，都在市区内，基本上走一走就到了。唯一这一个景点，管风琴教堂，它是稍微偏一些的地方，好像可以从市区直接坐公车过去，也可以像现在一样，先坐地铁，然后再转公车去那边。但是都是包含在一日乘车券的那个范围之内的。然后上车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刷卡机的，就是自己如果是刷卡的话，就用这个刷卡机，或者是你买那种各种一日券啊什么的票的话呢，就直接上车就行。Nächste Stopp, Lücken.
下车过来其实挺近的，2分钟。这边就是那个挺有名的管风琴教堂。眼前的这座应该是目前在小红书上最火的哥本哈根景点，进去之后也真的是很多中国游客。这里是哥本哈根著名的格朗维教堂，也被称作管风琴教堂，是丹麦少见的表现主义风格的教堂杰作。外观的塔身及立面刻意设计成巨型的管风琴的形态，层层起伏的砖石宛如乐器的音管，外观非常有视觉冲击力。当然，最被大家推崇的还是内部修长、简洁又极具垂直感的设计样式。大面积留白的墙面与光线交织，使整个空间既肃穆又明净，也成了大家出片的好地方。当然，内部的风琴也极其巨大，拥有最长达11米、重420千克的管子，是斯堪的纳维亚最长的管风琴管。景点真的是挺集中的，而且特别建议大家在哥本哈根 City Walk， 因为真的是转角就是风景，每个街角都挺漂亮的。晚餐也不知道吃什么，就点了这个剩菜的盲盒。还好这家店离住的地方不是特别远，大概走过来10分钟左右吧。看起来应该是一家超市，剩的面包之类的。不过价格还算蛮便宜的，29块钱盲盒。这次来欧洲旅行，发现了一种当地流行的剩菜盲盒。当地的餐厅、面包店、超市会把当天卖不完但完全可食用的食物以惊喜盲盒的形式低价出售，你可以在手机 App 上寻找附近的店铺并购买，然后按约定的时间去店里拿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只需要花原价的1/3甚至更低的价格，就能拿到一袋面包、甜点或者是餐厅当天剩下的餐食。内容不能完全指定，但其实大概可以了解会有些什么。对于在物价高昂的北欧，我觉得其实挺难得的。看起来好像蛮多的。OK,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整一大包，我感觉那店员就是塞到整个纸包塞满，就不塞了，塞满为止。这量感觉明天一整天我觉得都够，太多了这面包。整一大包面包，数了一下，一共11个面包，29块钱买了11个面包。早上吃的那个可颂，就那一个要卖45块。价格是真的很实惠，从丹麦的这个物价来说的话，应该一个我估计都得20块吧。不过真的吃不完，我估计明天早餐、晚餐都够了，这么多面包。所以来丹麦，如果说想要省钱，可以尝试一下他们这边的这个盲盒。然后中午其实路过超市买水的时候呢，刚好看到他们卖这个草莓还挺便宜的，买了一盒草莓，还剩了一些。然后刚刚的面包，草莓面包水，晚餐就解决了。今天是周一，所以骑自行车的人明显更多了，大家都是骑着去上班的。对面也是，全是骑自行车的人。在哥本哈根的清晨，看着骑自行车的社畜们在上班，然后我在公园里享受自己的早餐。
昨天的剩的面包，然后呢，咖啡。作为穷游的旅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这几天喝的瓶子收集起来，其中有一个还是路边捡的，拿过来超市回收，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机器，一般很多的稍微大点超市都会有的，然后把它投进去的话呢，直接就可以给你算钱的。啊，两个，一个1.5块，两个3.5块。它有这个标志的话呢，就是可以回收的，9块。一共10块5毛。小票出来了，所有的瓶子扔进去，换了10块5毛钱。这家超市的水应该是最便宜的，最便宜了，2.3块一瓶。大家认准，这家叫 Rema 1000的这家超市，比平时的比一般的便利店的水要便宜很多很多。把瓶子投完，然后呢又买了一瓶水，一个橙汁儿，然后呢一小包巧克力，减掉10.5块之后，然后再付8.3块。看起来应该是当地的初中生或者高中生吧，感觉是成群结队的去上课了。有点像那个大阪的章鱼小丸子，但是它这个应该是甜的，圆形的甜煎饼，其实味道其实还不错，它有点像那种鸡蛋仔，圆形的鸡蛋仔，然后外面呢涂了一层草莓的果酱，酸甜口味的草莓果酱，然后呢在外面再加了一层糖霜，所以整体是很甜的，我觉得配个茶刚好。从市区走过来其实挺近的，他们这边有一片，远远可以看得到，这是一片海鲜市场。然后这里面据说有一些当地的美食可以吃，然后有丹麦比较著名的开放三明治。今天感觉人还挺多的，虽然不是周末。哇，这他们的小学生已经放学了吗？现在才12点多。漂亮是挺漂亮的，但价格真的也挺贵的。他们这个 berry 的组合挺有意思的，上面这一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一串我倒是没吃过。其实里面除了一些饮食店以外，很多还有都是当地的食材。然后这边是卖肉的，其实也就是当地人的菜市场。然后 Open Savage 最有名的应该是这一家，全是人。说到丹麦的美食，反正不管好不好吃，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 Open Savage， 也是市场里最受欢迎的食物。它的特点就是没有上层的面包，只有一片全麦或黑麦的面包打底，上面铺满各种新鲜的食材。黑麦面包是这里的特色，吃起来带点酸味和嚼劲，非常健康，也是丹麦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主角。上面的配料有很多选择，鸡肉、牛肉、鱼肉、海鲜等等，颜色搭配有讲究，摆盘也非常精致。老宋自然选择的是最爱的虾肉系列。很贵啊，这一个鸡蛋和虾的是75，然后这个虾的是125。
2个三明治200块钱，这就是北欧的物价。不过大家都吃的是这个。不过说实话，这个虾真的还挺好吃的。我在网上看很多人说这个东西特别咸，但我觉得还好，挺好吃的。其实，在丹麦的几天，特别能感受到一种人们常说的松弛感。在街上，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大家都很舒适自然，骑着自行车慢慢的去上班、买东西，穿着休闲的遛狗，在公园里散步、晒太阳、做瑜伽，路边坐着享受一杯咖啡、一块面包。街上走过的学生们看起来也都挺潇洒自如的，不用刻意营造，享受当下的环境和事物及其所带来的愉悦。据说丹麦人通常不喜欢过度的热闹，而是更享受小范围、安静而真诚的聚会。所以丹麦有一种叫做 Hygge 的文化，很难形容，如果用一个情境来表达，就是点上蜡烛、泡一杯热饮，和亲密的人在温馨的氛围里待在一起的感觉。或许正因为如此，丹麦在各种世界幸福指数排名中总是名列前茅。他们把生活过得不慌不忙，却格外满足。当然，经济基础和制度的健全也很重要。后来老宋还去了挪威和瑞典2个国家，但说实话，总体感觉让我最舒服的还是哥本哈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来看看。感谢大家的观看，下一集跟老宋一起乘坐北欧的跨国轮渡，由哥本哈根前往挪威的奥斯陆，看看被誉为北欧最无聊首都的奥斯陆是怎样一座城市。